台湾量超强底台，美国再加码，痛失50万美元。俄情报系统这次玩疯了。乌军开年大捷，斩首行动加空袭，俄军损失惨重。普京官邸遇袭，俄混合战暗潮汹涌。伊朗21省瘫痪，川普要出手。中共对台无预警发动军演之际，一幕耐人寻味的画面被外媒悄然捕捉。台湾一款从未高调亮相的关键武器，正堂而皇之驶上街头。这不是展示，而是实战姿态。去年底，中共启动所谓正义使命2025对台军事演习，台海局势骤然升温，国军随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各式主战装备全面机动部署，海军海锋大队进驻战术据点的画面对外公开，稳定民心。就在部队机动过程中，外媒与社群平台用户意外发现，一辆外形特殊的运输起数发射车出现在道路上，其所搭载的正是台湾长期低调部署的雄升飞弹系统，也就是增程型雄2E地对地巡弋飞弹。军事新闻网站 The War Zone 指出，该 TEL 与过去曝光的型号一致，几乎可以确认是雄2E系列时装部队的直接证据。事实上，国防部早在去年10月便已向立法院证实，雄升飞弹已完成全数产制并正式交付部队，纳入战备体系。该型飞弹射程高达1200公里，足以覆盖中国内陆关键目标，量产数量超过100枚，并区分为2种弹头构型，一种用于打击指挥所与加固掩体的高爆弹，另一种则是专门瘫痪机场跑道的散撒弹，针对性极强。更早之前，空军现役的雄2E巡弋飞弹已发展出 A、B 两型。A 型射程约500公里 ，B 型则达1000公里。关键差异在于动力系统 ，B 型采用涡轮扇引擎，也就是鲲鹏计划的成果，使飞弹在更省油的状态下飞得更远。两型飞弹分别于2004年与2007年完成试射，并已分批量产，长期部署于空军特种飞弹旅。军方人士透露，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将朝1600公里级别迈进，直接对标美日先进巡弋飞弹水准。这并非单一武器的突破，而是一整套系统性反制中共威胁的布局。在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中，雄风系列反舰飞弹的量产始终是核心项目。改良型雄2反舰飞弹射程已提升至160至200公里，反电子干扰能力达到欧美同级水准。雄3超音速反舰飞弹最大射程可达250公里，而增程型雄3更被认为具备400公里打击能力。去年汉光演习中，增程雄3与机动飞弹车公开亮相，象征这款武器已正式加入战备。与此同时，台湾也在构建更高层级的防空与反飞弹体系。政府规划总额高达 1.25 兆元的新一轮军事特别预算，核心就是赖总统提出的台湾之盾防卫网路，整合拦截飞弹、战机与反无人机系统。天宫3型、弓4飞弹将在预算通过后启动量产，天宫5型甚至已将拦截高度目标设定在100公里，直指弹道飞弹威胁。从地对地巡弋飞弹、超音速反舰武器到多层次防空与指挥整合系统，台湾传递出的讯号十分清晰，面对中共持续升高的军事施压，不再只是被动防御，而是以实战化、机动化、纵深化的方式构筑真正具备下阻力的防卫体系。雄2E飞弹悄然上街的那一刻，正是这种强硬回应最直白也最现实的写照。另外，美国战争部于12月31日宣布，已向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授予一份最高金额达 3.285 亿美元的合同，以满足台湾空军的紧急作战需求。根据五角大楼说明，合同内容包括采购并交付55套增强型军团红外搜索与跟踪吊舱，以及相关处理器与容器设备。该系统为被动红外搜索与跟踪装置，能够在不开启机载雷达的情况下，依靠红外特征持续发现并锁定空中目标，从而提升战机在高电磁干扰环境下的隐蔽侦察与态势感知能力。合同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执行，预计于2031年6月前完成。签约时已拨付首批 1.573 亿美元。这项合同是美国近期对台军售的一部分。上月中旬，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出售总额约111亿美元武器装备，包括海马斯火箭系统、
M109A7自走炮和无人机等，规模创25年来历史新高。重点在提升台湾非对称作战能力。对此，中共外交部于12月26日宣布，对20家美国军工企业及10名高管实施制裁，冻结其在华资产并禁止相关交易，以回应美方军售。一条阵亡通告让俄方欢呼雀跃，一场精心设计的假死行动却让克里姆林宫瞬间沦为笑柄。这并不是谍战电影，而是真实发生在俄乌战争中的一次经典无间道。12月27日，乌克兰军方突然发布声明称，俄罗斯志愿军团核心人物、创始人丹尼斯·卡普斯京在扎波罗热前线阵亡，死因是遭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声明细节完整，时间、地点、方式一应俱全，可信度极高。消息传出后，俄方支持者群情振奋，庞福终于拔掉了一根眼中钉。然而，仅几天后，剧情彻底反转。1月1日，乌克兰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亲自揭晓真相，所谓阵亡，完全是乌方刻意释放的假消息。这是一场经过数月策划的情报行动，目的有3：保护卡普斯京本人，引蛇出洞，揪出潜伏间谍，以及顺手合法接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悬赏的50万美元。布达诺夫甚至在社交平台幽默发文，恭喜丹尼斯重新回到人间。随后，卡普斯京本人开始在多个视频中公开现身，彻底粉碎死亡传言，而俄方则选择集体沉默。这场情报战的背景本身就充满火药味。卡普斯京是莫斯科人，17岁移居德国，2017年前往基辅。全面战争爆发后，他因痛恨俄军侵略行径，创建了俄罗斯志愿军团，成员清一色是俄罗斯人。该组织如今规模已发展至约2万人，长期在巴赫穆特、哈尔科夫等战场与俄军交战，并多次越境袭击俄西部地区，炸铁路、断后勤、俘虏俄军，被认为牵制了至少6万名俄军兵力。正因如此，卡普斯京被普京视为私人敌人。俄法院2度缺席，判处其终身监禁。检方指控他在基辅纳粹政权支持下率领大批叛徒攻击俄罗斯本土，并声称其制造了数百起恐怖袭击，扬言要将其关进臭名昭著的黑海豚监狱。2025年，俄方再度开出50万美元悬赏，派遣特工潜入乌克兰执行暗杀，而这正是乌克兰情报部门设下陷阱的起点。故意通过中间渠道与俄方接触，释放愿意为赏金除掉卡普斯京的假信号。12月27日那份阵亡声明成了整场行动的关键一环。俄方信以为真，迅速将50万美元赏金转入指定账户。与此同时，戈尔顺藤摸瓜，锁定并清除了潜伏在 RDK 内部及外围的多名间谍和联络人。最终结果是人没死，钱到手，间谍网路被连根拔起。布达诺夫直言，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特别行动，不仅挫败了 FSB 的暗杀计划，还反过来重创了其情报体系。如今，卡普斯京仍在乌克兰境内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俄罗斯志愿军团也持续活跃在前线与边境地区。战争从来不只是火力对轰，更是胆识、耐心与智慧的较量。而这一次，克里姆林宫显然在这场无形战线上赔了夫人又折兵。2026年才刚刚开始，战火就已越过边界。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月1日，乌克兰空军出动米格29战斗机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在完成侦察后，乌军锁定一处俄军指挥所，并投掷2枚法制 AI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现场影像显示，目标区域先是出现强烈火光，随后被浓烟完全覆盖，建筑物在连续近10次爆炸中被摧毁，不排除弹药库被引爆的可能。随后还有消息称，乌克兰地面部队对相关俄军阵地展开攻击，目前具体战果仍在核实中。俄方媒体则否认本土被攻破，坚称交火仅发生在边境地带。进入新年后，乌克兰也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与防空体系的打击力度。1月1日，俄罗斯萨马拉州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再次遭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起火，至少3个油罐被摧毁，
10余次爆炸将夜空照亮如白昼。该炼油厂在2025年已多次遇袭，是俄重要能源节点之一。随后，在达达斯坦地区，乌军无人机命中俄军北方石油码头，引发港口火灾。更早之前，黑海沿岸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也遭到重创。这些行动构成了乌军2026年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第一轮系统性打击。乌克兰战场方面，乌克兰向世界展示了惊人的适应与创新能力。从无人机运用到战术组合，许多战场新范式都率先由乌军提出，随后才被俄军模仿放大。在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一线，俄军持续进行小规模渗透，但收效甚微。乌军已在罗丁斯克与科特利诺方向展开反击，东北罗丁斯克的俄军被完全清除。乌军升起国旗，第152旅经过激战，成功收复科特利诺东部，通往该地的公路上遍布被摧毁的俄军坦克与装甲车残骸，画面触目惊心。另外，俄军近期试图沿舍甫琴科夫、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调动增援力量，意图为进攻格里申做准备。行动中，俄军投入了30余辆轻型装备，包括摩托车、越野车及其他车辆，试图快速机动穿插。在行进过程中，位于俄军第7特种作战军防御区内的部队遭到火力打击。对方使用包括 M142海马斯在内的远程精确火力，对部分增援纵队实施打击。其余车辆在俄军分散寻找掩护时，于波克罗夫斯克市东南郊被发现并相继摧毁。至于试图向库皮扬斯克方向渗透的俄军部队，更是几乎被全歼。原先部署的近300人，如今仅剩约50人，补给线早已被切断，被迫依赖易受干扰的无人机空投。乌军则沿奥斯基尔河西岸稳步推进，意图彻底清剿该区域的俄军残余力量。利曼方向的表现同样亮眼，乌军第3军团在兵力仅约3000人的情况下，成功遏制了俄军第20集团军的推进。关键不在人数，而在指挥。军团长安德烈·比列茨基精准运用突槽战术，将主力部署于中路，既封堵正面，又迫使俄军两翼越推进越孤立，最终被分割歼灭。这种战法在军事史上屡屡奏效，也曾因运用失误酿成惨败，足见其威力与风险并存。另外，乌克兰第1独立无人系统中心部队近日对俄方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发动了高精度打击行动。行动中，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敌方燃料与润滑油储存设施遭到命中，现场随即爆发大范围火灾，相关损失和影响仍在进一步核实之中。与此同时，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一座承担空域监视任务的雷达站也遭到摧毁，削弱了对方的预警与监控能力。在防空战线上，乌克兰同样取得进展。乌军无人机部队在东部前线摧毁了一套俄军 S-350防空系统，其雷达与发射装置均被击毁。同一轮行动中，另一套 TOM-2防空系统也遭炸毁。夜视画面显示，俄军阵地多点起火。此前在黑海沿岸，乌军甚至动用雅克52轻型飞机，成功击落俄军导弹型无人机。从整体战局看，俄罗斯在推进上的成果依然有限。战争研究所统计显示，俄军在2025年全年仅占领约4336平方公里土地，占乌克兰国土面积的 0.72%， 即便拉长到近3年，总控制面积也不过7463平方公里，占比约 1.28%。这一数字与其付出的巨大人员与装备损失严重不成正比，甚至被西方情报界讽刺为推进速度堪比蜗牛。2025年年底，俄乌冲突再起波澜。俄罗斯总统普京位于诺夫哥罗德州的官邸据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但各方对事件真伪存在巨大争议。俄罗斯国防部于12月31日发布影片，声称从28日至29日，乌克兰动用91架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从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起飞，经布良斯克、斯摩棱斯克、特维尔等地区直扑总统官邸。影片显示，俄空天军防空导弹部队机动火力小组与电子战系统联合拦截了所有来袭无人机，官邸及周边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防空司令罗曼年科少将称，
这是一场经过分多次精心策划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随即表示，此事将影响俄方对俄乌冲突谈判的立场。然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坚决否认乌方参与，称纯属捏造，并向欧盟代表团发简报指出，俄方报道意在破坏泽伦斯基与美国总统川普于12月28日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会晤的成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与美国前驻北约代表库尔特·沃克均表示，俄方说法缺乏证据，目的是转移外界关注。泽伦斯基进一步宣布，乌方将于2026年1月3日在乌克兰举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会晤，并于1月6日在法国举行领导人级别会晤，美、法、德等国将派代表参加，以推动和平与战后重建。俄军情报部门 GRU 则向美方展示疑似乌克兰无人机的飞控器与解码数据，声称其目标指向总统官邸，但外界注意到俄方报道存在多次的改口，最初否认事件。随后无人机数量从18架改为41架，再到91架，其路径及证据仅基于手绘地图，缺乏第三方验证。与此同时，芬兰湾海域的关键海底电信电缆在12月31日遭不明原因损坏。芬兰海岸防卫队扣押一艘悬挂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旗帜的可疑货轮菲茨堡号，船上载有钢铁等受制裁货物，疑似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体系。芬兰警方已对船员讯问并拘留，案件被移交调查。分析认为，该事件可能属于俄罗斯混合战手段，通过低于传统军事冲突门槛的方式，测试北约与欧洲国家安全响应能力。近年来，俄罗斯影子舰队频繁改旗、换名、规避制裁，已成为西方安全机构重点关注对象。芬兰总统史塔布表示，芬兰已做好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的准备，并将根据形势采取必要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公开警告伊朗伊斯兰政权，若当局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采取血腥镇压，美国将出手拯救和平抗议者。川普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五凌晨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发文称，如果伊朗暴力枪杀和平示威者，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美国将出手相救。我们的枪已经上膛，随时可以行动。以上膛在军事语境中意味着武器处于随时可开火状态，也被普遍解读为明确的行动威胁。据美国之音波斯语部核实的社交媒体视频与可靠消息源，伊朗安全部队在示威爆发后的数日内已枪毙多名抗议者。本轮抗议自上周日在德黑兰爆发，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是伊朗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示威。示威导火索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伊朗货币里亚尔持续暴跌，黑市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42万里亚尔，而2022年仅为43万。通胀率在2025年12月高达 42.5%， 民生压力急剧上升。尽管安全部队在多地大规模部署，抗议仍持续扩大。周五，示威已进入第5至第6天。公民记者画面显示，在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抗议者高喊独裁者去死等口号。在伊斯法罕省夫拉德沙赫尔、法尔斯省马尔夫达什特及洛雷斯坦省库赫达什特3名被杀害抗议者的葬礼演变为新的抗议集会。美国国务院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将继续对伊朗政权施加最大压力，并指出抗议反映了伊朗人民对政府长期失败治理的愤怒。声明批评伊朗政权忽视经济、农业、水资源与电力建设，却将巨额资金投入核项目及海外代理人战争，并持续对本国民众实施压迫。据福斯新闻与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局势在本周中期急剧升级，全国爆发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罢工，政府被迫关闭21个省份的企业、大学和部分政府机构。多座城市的市场与集市停摆，抗议不再局限于首都，也扩散至大布里市等重要城市。伊朗总统马苏德·裴泽斯基安在接受采访时罕见承认危机严重性，直言若不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将下地狱，并表示政府必须正视人民关切。他已指示内政部长评估示威者的合法诉求。政府发言人也在国家媒体上表示，官方承认抗议，并将耐心倾听人民的声音。
与此同时，伊朗流亡王储雷扎巴勒维公开声援示威，呼吁伊朗人民争取政权更迭。伊朗官方媒体则强调示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革命卫队称，其下属巴斯基民兵1名成员在冲突中死亡，另有13人受伤。法尔斯通讯社承认，在部分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并造成多人死亡。分析普遍认为，在长期制裁、地区冲突升级以及经济濒临崩溃的多重压力下，伊朗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内部不稳定局势之一。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